坦率讲，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命名方式是怎么个事儿。10.9英寸的是 Pro，9.06英寸的迷你版叫3 Pro，Pro 3 Pro， 那下回叫什么呢？2 Pro 和5 Pro 是吗？那下回。姑且放下最大谜团，今天还是速推为主，简单瞧瞧红魔首款小尺寸平板表现几何，独特的内循环散热又是否有所进步，争取后续各家凑齐了，咱们再来个乱斗大结局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点点关注。红魔电竞平板3 Pro 上手，尽管采用了9.06英寸大屏，不过得益于尤其小平板当中并不多见的极窄4等边所带来的高屏占比，身形依旧可以称之为迷你。单纯就个人而言，不多不少，恰好一只手大小，没啥明显使用压力。当然严格讲，哥们儿确实是既跟 iPad mini 7一样宽，也没比4代 Y700 短。在小平板中悄咪咪左右逢源的来了个顶格撑满，得亏格子本身并不大，你一样可以随便夹进32开的书本，拿起来就走。关键如果将同范畴内相对最大的屏幕、最大的电池、最丰富的散热等配置一起纳入考量的话，是不是甚至突然感觉反倒好像还挺紧凑？370克的重量也称不上最手。整机完整延续了此前大尺寸 Pro 版的做工与质感，同时横竖恰好都不会令人感觉闭塞的16:10比例，在小尺寸中仍旧更加契合自然阅读直觉。游戏在随心显示加持下，也无需担心视野。最大改良无疑是同步了自家手机理念，彻底做平了背板，前后规整如一。这点虽说一般你套个保护壳，定然也能实现差不多的效果，但该说不说，确实默认即是如此，就是会令人格外舒爽，更可免去散热纠结。其他原汁原味的保留了竞技键，除进出游戏空间支持与手机端一致的功能映射，扬声器与接口位置看得出来，也专门为横屏握持进行了调整修改，尽量避免遮挡。只是如果能在侧边再单独加个供电接口就更好了。颜值总体来说几乎就是 Pro 版等比微缩，精致的专属透明开窗与自定义氛围 RGB 性感而立体，相比品类其他都要更加骚气。好了，不知道这第一印象大家觉得红魔本次设计如何？你愿意打多少分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内置风扇看起来和之前基本保持一致，根据官方数据同为2万转每分钟，单元尺寸也依然是17×17毫米，实际散热直径大致13毫米左右，比手机当中略大一点。毕竟极速档位为例，平均功耗估值也要高 0.1 瓦上下。实际效果后面测试性能与发热的时候咱们再探究。双 X 轴震动力道相比自家手机更大一些，位置大体设置在了横屏握持时双侧手掌附近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还是可能因为刚发布的缘故，游戏比如和平精英中目前还没有给到适配，有待更新。USB 3.2 正2全功能接口，理论最大传输速度10Gbps， 实色独立大文件传输，导入约450兆每秒，导出580，跑路供电有线投屏等等均与手机保持一致。此外，虽然无法直接充当显示器，但如果你的手机也是红魔，那除了常见那些协同功能，还可以试试多次方副屏，连接后化身数据看板，实时同步，支持性能调节与部分其他快捷操作。只是目前仅能手机端作为主屏，平板为副，不能对调，希望后续更新可以再补充一下。最后，周身未见卡槽显然是不支持扩展存储了，重度玩家在容量选择上需提前做好打算。对称双扬效果肯定要比手机上好得多，音量非常大，声场开阔，看视频或者玩游戏都能带来更好的体验。只是就个人听感，调教上依旧饱含红魔特色，总体不算特别紧实，很多时候高频还是有点多，比较尖锐。耳机刚好在手边的同学有兴趣可以听听看，简单感受下。屏幕部分息屏状态正视角没有问题，黑的也比较纯粹，不过侧视角尤其光线之下，不论横纵都会明显变成灰色。点亮传说中的 Real RGB， 哥们儿可能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甚至参照 LCD 像素排列，一时难以理解怎么就算是真 RGB 了。别着急，先挖个坟。事实上，从排列方式不难看出 ，Real RGB 定然跟三星的 RGBS 有点沾亲带故。这东西往前倒，甚至可以追溯至三星 Note 2时代。现在市面常见，一般为中间这种2条蓝色子像素的形态，很长时间以来广泛应
应用于 OLED 屏幕的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游戏机，甚至是智能手表等等。Real RGB 看起来只是又稍稍演进变种了一下，将蓝色子像素再次分割变成了3段。也许是为了补充亮度或者优化边缘，微观层面观察 Real RGB， 不管是单像素图形还是多像素，仿佛总是会用到相对更多的子像素，但其实主要为示意图中圈出来的部分，例如 LCD RGB 3部分1:1:1，并没有出现像钻牌当中的借用，这点正是真 RGB 的由来。也就是说，屏幕尺寸与分辨率相同的前提下 ，Real RGB 的 PPI 相较 LCD 理论上是没有折损的，只是因为渲染方式极端放大的时候显得好像有点分不清个数。单论实际肉眼观感，比如我们减小放大倍数，同时模拟肉眼稍微虚一点焦，可以看到，即便 Real RGB 的子像素是三角形排列，也确实依然与 LCD 非常相似，横屏数值没有钻牌那么的狰狞。当然话说回来，毕竟是三角形嘛，往死里抠，实际折损也还是有的。粗概论断，也许大概4%左右，几乎无法察觉。不过当然，虽然同条件下理论 PPI 与 LCD 相同，也比常见钻牌更有优势，但说到底312.6的数值只算正常发挥，期待下回若能达到350以上就再好不过了。肉眼观感在广义概念中 OLED 相对 LCD 肯定是要更好一些，起码不必担心边缘暗影或者暗光环境漏光，日常使用也能提供更好的对比度体验。只是针对这块 Real RGB 需要补充一点，总体可视角度相较当下钻牌恐怕并不那么占优，确实有彩虹纹，正常情况基本不影响使用，但相对刁钻的超大视角下比较明显，简单了解。亮度方面，毕竟 OLED 彻底摆脱了部分传统低亮 LCD 只能游走在300-400尼特的尴尬局面，手动平均最大亮度即可达到660尼特左右，10%窗口 HDR 大致1050尼特，全屏激发平均1064，足够满足一般强光环境阅读。调光频闪，高亮阶段60赫兹类 DC， 低亮5280赫兹超高频，严格讲属于全亮度豁免，一定要纠结。那么只有在亮度低于10尼特之后 ，SM 才会超过0.4，当然最高也才不到1.1，已经超过不少手机在中亮度左右的表现了，没有问题。蓝光方面，默认模式10尼特暗光下，波峰458纳米，避开455位置，足够护眼。不过比目前国产手机当中的462还是略弱一点。触控方面，虽然本次换成了新思方案，也增强了失手触控，不过目前采样率并没有放到很高的范畴。系统 UI 下与游戏高采，实测严格讲都是179赫兹，表现大差不差，也可以说是一样的。开启最高档位超高采样为239赫兹，除了主频增加，统计图当中不难看出此值分布也向着目标频率相对更加集中。总体毕竟出版固件，难免隐约有点照顾续航的倾向，咱不清楚后续更新会不会有所调整。个人感觉3个档位从左往右，或许最终按照180、240、480的设计划分会更好一些。性能测试之前，关于内循环还是得啰嗦下背景。首先，这个设定毫无疑问噪音更小，也完全不用担心进水进灰尘。当然，排除早期变相风道，实质来说，目前没有做成手机中现行的贯穿开放式。个人感觉主要还是由于尺寸，因为即便这种迷你平板，不管是横着来还是竖着弄，所需要跨越的距离，显然都还是远比手机长得多。而出于对功耗、噪音等方面考量，又不能让风扇太放纵，于是难保证效果。所以，即便没有直接的内外热交换，甚至坦率讲，某种意义上瞅着都不怎么太合乎常理的内循环几乎成了唯一选择。然后这玩意儿的关键点就在于不能还按照主动散热去理解，而是需要将平板看作整体被动散热，相当于巨型微吸均热板，介质由液体换成了空气，风扇仅是加速空气介质循环。可以说只要你理解到了这层，就不难推断出内循环至少会有2大特点。第一，实际效果将很大程度取决于自身内部被动散热水平或者说面积。第二，尤其在机身外部没有其他散热辅助，环境温度也不低的前提下，内循环主打降低内部温度，理论上表面是不太可能出现明显下降的，持平甚至上升才是常态。接下来咱们一起探究下是不是如此。今天毕竟是平板，隆重一点再加5度，30度 3D Mark 烤机。性能输出方面，虽然不论是否开启内循环，整机平均功耗都能站在11瓦以上，颇为暴躁。但毕竟 9.06 英寸大屏，换算一下，严格讲本环节当中其实并没有手机上那么的狂野，稍更谨慎。温度方面，粗概判断，不论是否开启内循环，本环节整机内外温度基本持平。不过细抠的话，开启内循环状态，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上升 0.3摄氏度，内部 GPU 平均微降 0.1， 电池下降 0.3， 说明3摄氏度还温的极限压力下，这块大 VC 近乎满载，所以包含其中的内循环，此时效果自然也就没那么明显。但话说回来，即便如此，细抠温度竟也能符合推断特性，居然罩住了，有点意外。
热力图大概2点关注，一个是虽然哥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置主板，但正常握持下主要集中在上沿的发射区域，的确也会操控留下了充裕的空间。比如这是我尝试4指所能覆盖的范围，叠加热力图可以看到几乎恰好是避开的。另一个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硬性风道，所以内循环并不会在此处有何显著外在表现，唯一不同就是注意风扇位置，开比不开始要热一些。32度120帧最高画质，王者10v10，这就有点看出是和手机不太一样了。整机平均功耗5.4瓦左右，给你一条几乎可以说是安卓平台在骁龙8至尊版下最为平直的帧率曲线，连1%漏都是实打实满帧状态，丝滑的可怕。温度方面，不要看前后最热点40出头，实际握持操控区域基本都仅在体温范畴。至于内循环，此时机身表面还是总体持平，不过注意内部 GPU 平均下降1.1摄氏度，电池平均下降了1.3，这就不是超出预料的问题了，是实际效果要远比上回好得多得多，甚至真要论起来，降幅就算贯穿风道来了，也得力正唱征服，就非常神奇。猜测可能一方面这把迷你的身材某种程度上反倒拉升了内循环效率，另一方面就是双层夹芯 VC 与复合液晶 2.0 组合带来的加持吧。32度最高画质原神，平均功耗6.2到6.3瓦上下，帧率没啥可说，满帧就完了。但注意渲染分辨率估值1920×1200，这是个高分渲染下的满帧。温度方面，周深5面最热点平均不到41，其中横屏双侧握持区域只有大致38摄氏度左右。使用内循环，粗概而言，相较关闭状态，机身表面温度仍旧一致，但也同样细抠的话，平均略微上升了0.3。比较瞩目的还是内部效果，平均下降0.6摄氏度。有同学可能说，这有啥可瞩目的呀？我帮你回忆一下。手机直通风道在本环节的内部降幅大概只有这哥们儿的50%。当然回到平板本身，毕竟同时拥有金属机身、相对大得多的内部空间以及更多的被动散热，诸般巨幅加持下才令内循环达到的这个效果，算是符合预期的应有表现吧。星穹铁道只能说不愧是平板，30度环纹下以1080p 渲染，仍旧轻松写意的直接干爆了咱这套游戏手机来了，也毫无疑问得8层皮的地图组合，帧率值的仿佛王者荣耀一般，实属无上通关。雷源镜加黄金时刻的主要难点在于前者已然将散热推至边缘，而后再进入后者时，性能释放如何抉择。以往测试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，此时降频保命才是常态。但这把红魔是经过前面整机平均8.7瓦画质线，后面依然暴起11.4瓦，神挡杀神，有点对味儿了啊，令人舒适。这么一通近乎烤鸡的狂轰滥炸下来，周深最热点平均来到大致48摄氏度左右，不过双侧握持区域只有42上下，将与常规旗舰手机打个王者差不多。内循环开启状态，机身平均略上升了0.7摄氏度，但内部仍旧保持下降趋势。GPU 平均微低0.1，电池低0.5。至此，手机中直通风道与本代内循环的区别就非常明了了。前者主动散热，毕竟热交换更加直接，内外降温是同时进行的，而后者严格讲属于被动散热系统，虽内部降温不输前者，在平板当中甚至还要更好，但尤其环温不低的前提下，也是几乎无法对机身表面带来直接降温效果的。充电方面，自动关机起充，80瓦快充，峰值功率59.8瓦，平均35.3，10分钟充至24%，20分钟49%，半小时70%。充至 UI 满电耗时62分钟，此时实际电量大致7500毫安左右，完全充饱耗时89分钟，满电8200，总体回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好了，图概看起来红魔电竞平板3 Pro 不可不谓是一款用力非常猛的小尺寸平板，论配置几无挑剔，甚至某种意义上称之为红魔电竞手机的 Plus 版平替好像也没啥大问题。点睛之笔，内循环散热无疑，尽管出于设定的关系，机身表面降温可能没有贯穿风道那么的直接明显，但内部实际降幅当真可圈可点，效果超出预期。整套体系也令骁龙8至尊版展现出了无所顾忌的强劲，坦然讲感受上已然让我有些用不回去手机，所以这个应该一时半会儿都上不了闲鱼了，但是主要还是得留着横向再品鉴品鉴。不知道诸位感觉小红本款表现如何，又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